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超导研究的门类很多啊，已经形成了不少的学派和研究方向啊。这个就跟小说里边这个修真门派是很类似的。一开始也许都是院士天尊的学生，慢慢就开宗立派，独占山头了。近些年啊，一个重要的门派开始崛起，那就是镍氧宗。镍氧化物的超导研究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啊。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啊，高温铜氧化物的超导被发现之后呢，研究者呢就试图在类似的镍氧化物体系中寻找超导。镍与铜在元素周期表中它是相邻的，所以镍氧化物和铜氧化物有类似的这个层状结构，而且呢，正二价的镍和正二价的铜的3D 电子配对配置也很相近，因此呢是有希望找到新的非常规超导体的。在1987年在 Ralston Pulver 项，就是这个图片里边这个拉斯镍氧中发现了大概3到4K 的超导几项，这标志着镍氧化物的超导研究开始了。这个 RP 项就是Ralston Pulver 项呢，是一类这种层状的钙钛矿氧化物的统称，它的通式呢可以表示为这个AN 加1 BNXIA 加1，其中呢 A 呢是代表碱金属或者新土金属等阳离子， B 呢代表是过渡金属离子， X 呢通常是阳离子， N 呢表示BO6 的八面体层的数量。Ralston Pulver 项呢是由 N 层 BO6 八面体和 AO 岩型的这个层交层堆叠而成。当 N 不同的时候就形成了不同的 Ralston Pulver 项。N 等于1的时候呢，称为214项，像蓝2镍氧4那么 N 等于2的时候呢，称为327项，比如像蓝3镍2氧7。N 等于3的时候呢，称为438项，比如蓝4镍3氧10。那随着 N 的增加这个过渡金属它的这个平均价态也不同，这会引起电子结构和物性的变化。这个 RP 项结构呢，类似于层状钙钛矿的这个超导材料，因此呢也被广泛研究，目的呢就是寻找新的非常规的超导体系。最近在这个蓝3镍2氧7的这个Ralston Pulver 项中呢，发现了高温超导，就引起了这类研究的热潮。所以这类材料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层状结构和可能的超导性呢，确实受到了广泛关注。它也是探索新型的这个超导材料重要的物质系统之一。那这个 Nature 上实际上是有不少的著名的超导论文发表的，要不是说 LK99 招人恨呢，就在 LK99 爆火前后2篇著名的中国教授的研究论文在 Nature 上发表，都是在今年的6、7月份。一份就是前面我们介绍过的文海虎教授锤迪亚斯的那个论文，一篇呢就是这一篇王猛教授研究镍酸盐超导的论文。镍酸盐在高温在高压下近 80K 的超导特征的发现这是论文题目这个论文它就报告了这个在高压条件下就14到 43.5 G 帕，这个镍氧化物单晶出现了超导转变，最高的超导转变温度TC 可以达到 80K。那实验呢，采用了电阻率测量还有互感测量这些手段。那高压下的这个超导相结构呢，属于正交系的这种空间群。那 DFT 的计算表明超导的出现和镍氧双层间的连接的apical 氧原子上的这个轨道呈键态带在费米层以下的金属化有关。所以这个发现呢，不仅为这个蓝镍氧化物系列的镍酸盐的高温超导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发现了一个以前未知的物质家族，来研究这个超导研究的机制。所以这项研究就是发现了 80K 的超导转变，更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直接将镍酸盐
这个超导转变温度呢提高到了仅次于铜酸盐的第2高。那么蓝镍氧化物啊，属于刚才说的那个 RP214 项啊，是由蓝镍样的和这个3和这个蓝氧隔层构成啊。那么镍的价态呢，接近于2.5倍的镍价态，在15到40级高压下呀，这个镍氧化物呢出现了正交到这个正交的结构转变伴随着这个超导出现啊，在首刊就是 Nature 发表之后啊，很多的团队就开始复现迎来了一个复现的小高潮。那主流学界呢，就使用的是先进的合成技术，在精密的结构表征和这种测量的手段条件下呢，在高压条件下获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与这个相比民间超导爱好者在长压下复现超导呢遇到了困难，这主要还是由于制备高质量的这个镍氧化物单晶具有很高的门槛，需要精湛的合成技术。所以相比而言如果 LK99 是真的，那就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语言了，而不在一个维度内的研究可以说。所以面对这么一项声称的巨大突变我们昨天介绍了 Nature 又吹 LK99 的通讯，但是民间的研究特别是在中韩民间这个类 LK99 的研究，或是从 LK99 引起的其他室温超导的研究还是在暗潮涌动用我昨天的话说，那叫春潮涌动。所以这到底呢是一个新的水变油或者永动机的案例的翻版呢，还是别的呢？我个人还是对室温超导持比较谨慎的乐观态度。王教授的这篇 Nature 的论文给超导研究者可以说指明了方向。顶刊的论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顺利毕业是吧？留校、评职称、分房子，当然一篇是不够了，我们就多水几篇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在 LK99 的光芒遮掩下其实还有一个超导研究的热潮，可惜被 LK99 抢了风头。现在镍酸盐超导研究的反攻的时候到了。大家看看现在11月份关于镍酸盐超导的论文就有13篇，这已经赶上 LK99 了，朋友们。而且呢，这其中有9篇是中国大学的论文，或者中国学者参与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LK99 研究也是中国大学和机构多呢？这个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啥那些G7的发达国家的超市里都是中国的商品。这道理有点糙，意思是一个样，就是太卷了，人太多了，房子太少了，留校指标太少了，美女资源也，算了，这个美女就不说了这个搞科学的娶个太漂亮的老婆不一定是好事比如那个啥，就是跳楼那哥们儿是吧？跑题了。今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选的这个比较新的3篇 archive 上的这个研究的论文第一篇论文是王鲁红等人的工作，他们的论文标题是呢，镍氧化物在低温高压条件下的超导态结构。那这个论文有10个合作单位，包括上海物理科学研究所、吉林大学物理学院、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哈工大、日本同步辐射研究所、中科院物理所、凝聚态国家物理实验室。好家伙，引文呢也是讲了一下背景abstract。最近呢一份关于镍酸钠，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TC 等于 80K 的新超导的报告其在15到40吉帕的条件下，就是自然杂志上的这一篇被报道出现这是除了铜氧化物之外的第2种非常规的超导体，它的 TC 超过了液氮的温度。然而呢，该报告中绘制的像图主要基于低温高压下的输运测量，而假定的相应 XRD 结果呢是在室温下进行的。这激发了我们在进行原位低温高压同步辐射的 XRD 实验，以确定哪个相对高的 TC 状态负责。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看一下，直接看结论总的来说我们进行了原位低压
低温高压同步辐射的 XRD 实验，解决了镍氧化物在它的高临界温度状态下的结构问题。在40K 的时候，当压缩到约19 G 帕时，发现了一个四方的这么一个像，探讨了呢临界温度和这种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镍氧八面体的这个规则性和平面的镍氧镍的键角。基于 XRD 结果更新的像图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镍氧化物这种非常规的高临界超导体的机制并为合成相关化合物系统提供相对更清晰的指导，最终可能在常压条件下实现超导态，而不是在高压条件下。这是第一篇论文。那第二篇论文是张明新等人的论文archive 号呢是 2311.07423。那论文的题目是呢压力下3层镍酸盐的超导性合作单位呢是上海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松山湖国家材料实验室和牛津大学引文也差不多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它们与铜酸盐相似的晶体和电子结构镍酸盐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最近在属于 Rothenstein-Popper 项这种镍氧化物中发现了具有超过液氮温度的过渡温度的超导性。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并发现了另外一种 RP 项的蓝氏镍酸氧石，有前面我们说的 n 等于3这个单晶中的压力诱导超导性。我们的角分辨率光电发射谱就是 ARPS 实验证明的这种镍氧化物的电子结构和前面说的那个蓝3镍2氧气非常相似。我们发现电阻率中的类似密度波的异常在增加压力下逐渐被抑制，所以我们就绘制了一个典型的像图，显示了最大的临界温度 TC 为 21K。我们的研究为探索镍酸盐中非常规超导性提供了重要的见解。那么总结而言我们看 conclusion 部分in summary, we have successfully grew high quality single crystal. 我们成功的利用高压氧下的光学氟曲炉生长了高质量的蓝氏镍酸氧石的单晶。我们在这种镍氧化物中发现了压力诱导的超导，最高超导转变温度为可达 21K。 我们的结果表明，高温超导不仅可以在压缩的镍氧化物中实现，也可以在 RP 项的另外一个成员就是蓝氏镍酸氧石中实现，为探索镍酸盐它的这个非常规超导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是他们的论文里边的一些图片那第三篇论文是刘浩哲等人的这个论文，论文题目呢是叫观察这个这种镍氧化物高压四方向高温超导性的观察合作单位呢是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东京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其实这个引文部分其实和结论有不少重复，也是介绍了镍酸盐研究的论文。我们直接就看这个论文的结论部分，是吧？他说我们采取了溶胶凝胶方法合成了一种镍氧化物多晶样品，研究了掺杂浓度对其结构、磁性、传输性质的影响。结果显示所有合成的这种镍氧化物的样品呢，在常压下保持与未掺杂的蓝3镍2氧气相同的AMM 正交结构。此外呢，晶格参数与掺杂浓度呈负相关，证明成功引入了化学压强原位高压结构分析发现那么这种蓝4镍氧在高压下从 AMM 正交结构转变为 I4 3M 的正方结构，这与未掺杂的蓝3镍2氧气不同。那值得注意的是
它们这种蓝丝镍氧的高压正方向与许多同酸盐超导体具有相同的对称性，并发现了比未掺杂的蓝3镍2氧气这个更高的压强系数啊，对吗？这高温超导，这项研究呢也是拓宽了镍酸盐超导体系，为研究超导机制提供了新的平台。所以呢，这只是这13篇研究论文中的一小部分啊，大部分我都看不懂啊，翻译过来也是念的都比较费劲的。但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就是镍氧化物广阔天地，大有可为。LK99那是伪科学，后边那就是我自己加的啊。所以从这上面可以发现的什么呢？就是镍酸盐的超导研究这30多年没有停止，一直在做，直到最近的几年才取得重大突破，就引发了新一轮的这个研究的热潮。这个大概就是主流学界吧，我觉得在干的事儿。人家主流学界在干啥呢？在干这个是吧？你看 Nature 是吧？是什么？我们说的这个气感是吧？室温超导那是不存在的。我们正在练金刚掌的主流学派正在练金刚掌的，所以这个在金刚针板下加到几十个 G 帕的研究是他们的研究。所以这个镍氧化物和无限层的镍酸盐超导的发现呢，都体现了这个结构转变和超导关联的重要规律，是吧？也为呢探索这个镍酸盐超导研究持续深入这个提供了素材。那么也期待能在这个属于常温超导的旅程上能取得新的突破这也引发了就是最新的这一轮的研究的热潮。这10几篇的预印版论文就进一步拓展了超导存在的体系，当然是没有经过同行评议的了。它就丰富了结构转变和超导关系之间的信息，但是要实现常温常压下的这个探索还需要这个很长时间，可能才能实现这个高温这个高压高温超导所以可以预见在不断的努力下呢，这个镍酸盐超导也有可能有更多的突破，是吧？和进展。那主流学界和民间的这个超导爱好者其实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的都是登上武林的巅峰，是吧？最终呢，或许呢能找到通向室温超导的这个共同的道路。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再见。